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和美国在加勒比海频繁爆发冲突吗？这个国家是如何在天湖开局后孤独求败的？在那里，货币的贬值速度比你显卡跌价的速度还要快。劫匪抢走你的包后会把钱倒掉，因为包比钱值钱。这个国家面积约91万平方公里，人口巅峰时期约3000万人。它北临加勒比海，南接巴西，地底下埋着的石油比沙特还要多，探明储量世界第一。按理说这就是上帝追着喂饭吃甚至把饭桌都掀了，直接往嘴里灌石油的天选之地。但在火力军的逻辑里，资源这种东西就是给这帮卧龙凤雏的一张现实体验卡。只要你操作够骚，别说金山银山了，就是把喜马拉雅山变成纯金的，他们也能给你拜的只剩裤衩。究竟是哪路神仙能把南美沙特运营成南美丐帮？又是谁凭借一己之力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走势图画得比心电图还刺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委内瑞拉。要说委内瑞拉这地界，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祖师爷拆台。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洲的富裕灯塔。那个时候，别的拉美国家还在丛林里打游击，委内瑞拉人已经在迈阿密买奢侈品了。但是这种富裕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地基上——石油。委内瑞拉的经济95%都是靠石油，这就像一个家里有矿的富二代，除了卖矿啥也不会，甚至连种地都嫌累。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荷兰病。啥叫荷兰病呢？简单说就是卖资源太赚钱，导致其他产业全死光。那既然卖油能换来美元，我为什么还要辛苦种地？卖就完事儿了。于是委内瑞拉成了一个只有油，其他啥都缺的国家，连大米、面粉，甚至是内裤都得进口。到了80年代，油价一跌，委内瑞拉立马现了原形，贫富差距大的像东非大裂谷。穷人住在贫民窟里喝西北风，富人在豪宅里开香槟。这种巨大的撕裂感急需一位能够整顿乾坤的狠人。于是我们的第一位主角乌哥查韦斯闪亮登场。查韦斯这人那是相当的不一般，军人出身，搞过政变，坐过大牢。这种履历在拉美那就是标准的版本之子。1998年，查韦斯凭借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高票当选总统。查韦斯上台一看咱们国家这么穷，是因为啥？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掠夺，是因为国内资本家的贪婪。那咋办？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只有我不讲理才能打败你不讲理。于是查韦斯开启了名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这套理论的核心非常简单粗暴，拿来吧你！他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把外资企业通通赶跑，把国内的大地主、大商人的资产全部没收，赚来的美元查韦斯那是直升机撒钱，雨露均沾。他给穷人发房子、发吃的，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去超市买个东西，政府都给补贴，价格低到连成本的1/10都不到。那时候的委内瑞拉人民感觉自己就是活在天堂里，只要呼吸就有钱拿。所以查韦斯的支持率那是比冬天的冰溜子还硬。为了维持这种热度，查韦斯还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他开了一档电视节目叫《你好总统》。这节目有多抽象呢？没有剧本，没有时间限制，每周日开播。查韦斯拿着麦克风想说啥是啥，一说就是5-6个小时，最长的一次连播了8个小时。他在节目里干嘛呢？有时候唱歌，有时候跳舞，有时候讲段子，有时候直接在地图上画圈。这家企业收归国有，那个农场给我征了，甚至当场开除内阁部长，那是想一出是一出。不仅如此，查韦斯还是个国际社交悍匪。为了当反美带头大哥，他视金钱如粪土。古巴缺油送，加勒比兄弟缺钱给，只要你骂美国，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在这种宰卖爷田心不疼的操作下，委内瑞拉虽然表面光鲜，但内里已经空了，因为赚来的钱都被分掉了，根本没有投入到石油工业的维护和升级上。设备老化，人才流失，产油量开始逐年下降。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养鸡场，你不仅把鸡蛋全吃了，还把下蛋的母鸡也炖了，甚至把鸡笼子都拆了当柴火烧。2013年，查韦斯因为癌症去见马克思了。临走前他把委内瑞拉这辆已经开始冒黑烟的大巴车交给了他最信任的战友尼古拉斯·马杜罗。马杜罗刚上台就像拿了查韦斯的满级账号，结果一登陆就发现，这服务器就要关了呀。2014年，国际油价高台跳水，从100多美元一桶直接跌到了地板价。油价一跌，委内瑞拉这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大巴直接就冲进了沟里。
没钱进口商品了，超市的货架比我脸都干净。老百姓想买卷纸得排队排到哥伦比亚去。面对这种困境，正常的领导人可能会想办法搞改革，抓生产，紧缩开支。但马杜罗不愧是抽象界的天赋型选手，他的解决思路那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面对没钱的窘境，马杜罗大手一挥，没钱印呀，造币厂给我开足马力。于是印钞机那是冒着火星子，昼夜不停地转。很快，委内瑞拉的货币就开启了它的太空之旅。通货膨胀率不是几%，是几百万。这就导致了一个世界奇观，在委内瑞拉买东西不是数钱的，是称重的。你去买2个鸡蛋得背1麻袋钱，劫匪抢银行都得开卡车，不然根本拉不走那堆废纸。面对货币贬值，马杜罗祭出了绝招删零。2008年查韦斯删了3个零，2018年马杜罗删了5个零，2021年又删了6个零。这10几年下来，委内瑞拉货币后面去掉的零连起来能绕地球1圈。这哪是货币改革呀？这简直就是数学老师的噩梦 ，Excel 表格都不敢这么删。除了印钱，马杜罗还特别擅长意念控价。东西太贵，那是资本家的阴谋，那是商家的恶意涨价。马杜罗派出军队进驻超市，强行规定这只鸡只能卖1块钱，那台电视只能卖10块钱，谁敢卖贵了就抓谁。结果呢，商家一看卖1只赔1只，我傻呀，于是大家集体提桶跑路，超市彻底空了，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这时候老百姓饿得直搓牙花子。根据统计啊，那一时期委内瑞拉人平均体重下降了11公斤。老马还十分幽默地表示，这叫做马杜罗减肥法，说明我们的国民正在变得更健康、更苗条。这心态啊，不得不说是真好。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马杜罗提出了震惊世界的兔子计划。他在电视上语重心长地教导大家，兔子不是宠物，那是2公斤的肉啊！我们要家家户户养兔子，饿了就吃兔子，这叫蛋白质自给自足。政府给社区发了种兔，希望能可持续发展。结果呢，大部分兔子还没等到繁殖，当天晚上就变成了麻辣兔头，甚至有的人因为太饿，连种兔的毛都没长齐就给炖了。除了兔子，马杜罗还鼓励大家在阳台上种地，在浴缸里养鱼，反正就是除了正经恢复经济啊，啥偏方都敢试。如果说经济上是一塌糊涂，那政治上马杜罗就是稳如老狗。面对国内的反对派，马杜罗也是以不变赢万变。2019年，委内瑞拉出了个大瓜，一个叫瓜伊多的年轻人，那是横空出世，站在街头大喊一声：“我不装了，我才是总统！”这一嗓子直接把欧美国家喊兴奋了，美国、欧盟等几十个国家立马承认瓜伊多是临时总统。那时候的委内瑞拉总统府，你不打开门看一眼，都不知道今天谁说了算。但是瓜伊多这人啊，虽然有美国 buff 加持，但操作属实有点拉胯。他又是搞街头演说，又是策反军队，甚至还搞了一出雇佣兵入侵的闹剧。这出闹剧叫基迪恩行动，几十个雇佣兵坐着几艘破渔船，试图从海上突袭委内瑞拉，绑架马杜罗。结果呢，还没上岸就被委内瑞拉的渔民给发现了。你没听错，是被渔民拿着渔网和砍刀给活捉了。这哪是特种作战呀？这简直就是葫芦娃救爷爷，挨个送人头。马杜罗看着这群反对派，估计心里都在想：就这，我还没用力，你们就倒下了？靠着军队的绝对忠诚，以及时不时给穷人发点临期食品，马杜罗硬是把瓜伊多给耗没了。到了最后，连反对派内部都嫌瓜伊多太废，把他给踢了。在马杜罗的英明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过上了极其充实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主要内容就是排队，买面包排队，买药排队，加油排队。没错，在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1的国家，加油竟然要排队，甚至有时候还没油加，因为炼油厂都坏了，修都没法修。没水没电也是常态。2019年，委内瑞拉发生了全国性的大停电，持续了将近1周。面对这种灾难性的事故，马杜罗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场来自美国的电磁战，是美帝国主义用高科技武器攻击了我们的电网。至于为什么电网设备30年没维护，那肯定不是主要原因。在这种大环境下，委内瑞拉人开启了大逃亡模式。据统计，大约有700多万人逃离了这个国家。他们徒步穿越丛林，翻山越岭，只为了去隔壁的国家刷盘子，或者去美国边境当难民。这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甚至超过了叙利亚。而留下的人，要么是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要么在拿着成捆的钞票编织手工艺品卖给外国记者。在加拉加斯的街头，你会看到这样的奇景：一个小贩手里提着一个用纸币编的包，喊价2美元，只要2美元。
而编这个包用的纸币面值加起来可能是几百亿玻利瓦尔。如今回看委内瑞拉这几十年的历史，就像一场大型的、惨烈的却又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行为艺术。它证明了一个道理：即使你坐在金山上，即使不尊重经济规律，如果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如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漏了的篮子里，那么金山也能被烧成火山。现在的委内瑞拉虽然超市里又有了货，但那是属于极少数的繁荣，大部分人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拿着几十美元的月薪，看着物价飞涨。在加勒比海的微风中，马杜罗依然会在电视上跳着萨尔萨舞，依然会在圣诞节提前2个月宣布现在开始过圣诞，试图用节日的喜庆掩盖现实的苍凉。而台下的观众呢，手里攥着几个亿的废纸。在这个比烂的世界里，委内瑞拉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地狱开局不算啥，天胡开局打输了，那才是真正的本事。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对委内瑞拉这个奇葩小国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让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